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本以为是烂剧，刚开播就成收视第一，谭松韵又把年代剧拍成了爆款。最近真是把年代剧的窝给捅破了，3部年代剧接连播出，一直在讲那家长里短的事儿，看的观众都快坚持不住了。于是，当另一部怀旧剧《我的山与海》开始播出的时候，不少人一看，潜意识里就觉得这又是那种拼凑出来的工业产品似的。谁都没料到，这部不被看好的年代剧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一上线，收视率就直线飙升。身为主演的谭松韵，再次用实力交出了一份让人惊喜的热播剧成绩单。开年之后，好好的时光、纯真年代的爱情和岁月有情时接连上线，真是把观众们给轰炸了。这3部剧几乎把观众们的电视和手机都占满了，刷得停不下来。反复看了几遍，感觉都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那一部。先说好好的时光，故事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，特别接地气。可家庭矛盾总是不断，让人看了觉得挺烦的。再看看《岁月有情时》，剧情走的就是苦难中成长的路子。要说那个30多岁的演员硬扮高中生，真是挺难让人信的。只有纯真年代的爱情，这部片子热度爆棚，评论也还不错。不过呢，还是会遇到一些配角变成工具人，反派也变得脸谱化了，全都挂着年代剧的幌子，可偏偏没有一个能抓住门道。观众们都觉得挺失望的，纷纷说年代剧已经死了。在这种氛围下，《我的山与海》终于宣布上线了。不少人一看到是年代剧，就觉得这部剧纯粹是凑个热闹的，没有啥新意。谁能想到，这部刚一播出就火得不行啊！央8一开播，就立马冲到全国同期收视的第1名了。硬是从一堆烂剧里拼出来一条自己的一片天，变成了那个年代剧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清流黑马。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，归根结底还是《我的山与海》扎扎实实的品质让人信服，不绕弯子，不搞花架子。和那些敷衍了事、机械复制的作品一比，差距明显拉开了。匠心班底齐助力，看剧就像过日子，时间长了，自然看人品。一部电视剧的底子，关键还得看制作团队的用心。我的山与海这部剧背后，可是藏着不少能量。这部剧的原型是由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那部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改编而成的。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一直关照现实生活，同时又带着满满的温暖。这部小说同样如此，核心就是一个平凡人逆袭改写命运的故事。制作团队方面，郭靖宇和百山2位大佬携手合作，他们俩费尽心思琢磨每个细节，一出场就完全展现了大咖的风采。想把那个年代的感觉还原得更真实，剧组就直接去现场拍摄，选择了实地取景。他们就在贵州神仙顶那边拍了不少山区的戏份，在深圳和东莞又把90年代的街景给还原出来啦。剧里那掉漆的铁皮招牌，再加上街上穿梭的28自行车，一眼望过去，满满都是生活的气息，一瞬间就能把人拉回到那个又穷又拼搏的岁月。情节上打破传统套路，不谈爱情，也不琢磨家长里短。方婉之老师从90年代开始干到现在，已经奋战了整整30年。这故事是从1995年的贵州山区拉开帷幕的。方婉之原本就是被养父宠着的县长的闺女，日子过得特别无忧无虑，受到特别宠爱。偏偏命运就是不按人愿意走，母亲突然去世，她才知道自己其实不是亲生的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个初恋男友其实就是为了靠近她的养父，才跟她走到一块的。正直又清白的养父，
误会他是在帮男友进行行贿，无情的和他彻底划清了界限。仅仅4集下来，方婉之就从大家都羡慕的富家小姐变成了人人关注的焦点，变成了什么都没有、靠不住的孤儿女孩。没办法了，便只好南下深圳，开始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当女工。跟李娟、郝倩倩这俩好闺蜜认识了以后，她们3人一起拼搏，既搞起了地摊生意，也做起了玩具的外贸。经历了客户的欺骗、资金断裂，还有仿冒抄袭等一堆困境，最终自己开启了玩具公司，翻身变成了自己的靠山。这部剧里边没有什么主角光环，也没有出现啥天降贵人，完全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。方婉之的每一段路都靠她自己努力争取来的，真心实意到让人心头一阵刺疼，又让人血脉喷张。用心的小组，出色的故事线，这部剧能不能火起来，关键还是看演技。谭松韵明显没让人失望，这次又把年代剧给拍出了一个爆款。谭松韵出神入化的演技，一提到谭松韵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她在偶像剧里的模样，特别是那种软萌又可爱的感觉。她那标志性的娃娃脸实在太甜美了，从一出生就和那种坚韧不拔的感觉挺不搭的。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年代剧里拿满分了。上回谭松韵主演的那部年代剧《亲爱的麻阳街》开播前，很多人质疑，一个娃娃脸的她，怎么可能把豪爽又泼辣的马小小演得那么入戏呢？谭松韵用真本事告诉大家，她不仅会演戏，还能把角色演得淋漓尽致。她没有故意装出帅气模样，而是靠眼神和动作把角色给演活了。特别是和欧小健闹别扭那场戏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大喊大闹，只是眼眶泛红，嘴角紧抿着，那种委屈、不服输，还硬撑着的感觉，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展现在屏幕上。这部剧一上线，收视率就直线上升，真是火得不得了。他也用这个角色彰显了自己的表演功底。这次在我的山与海里，谭松韵再次展现了自己突破自我的表现。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，她主动晒得更黑，减了点体重，还在好多场戏里都是素颜出镜。为了把女工的角色演得更到位，她提前去了电子厂，跟那些工人一起干活，体验生活。更让人觉得厉害的是，她把方婉之从20岁到50岁的变化演得那叫一个真实，毫无瑕疵。20岁那会儿，眼睛透亮亮的，整个人都散发着少女的灵动气息。一到深圳，眼神变得坚决，有股走路带风的气势，身上布满了生活打磨出来的痕迹。到了50岁，眼神稳重得很，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商界老板的淡定自若。从千金小姐变成了弃妇，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到商界的领头羊。谭松韵把方婉之的每个阶段都演绎得恰到好处，毫无瑕疵。导演郭靖宇直夸她，凭借那些琐事，把角色一生的起伏都衬托出来了。谭松韵凭借扎实的演技，把方婉之演得活灵活现，令人印象深刻，难以忘怀。无论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，还是到外地闯荡的长辈们，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存在，以及那些还在大城市里打拼、靠自己奋斗的年轻人。在他的表演中，能找到自己的身影，也能感受到自己拼搏的艰辛。这份真切与生动，正是这部剧一开播就火爆，收视率一路飙升的主要原因所在。有人说，谭松韵简直就是年代剧里的幸运儿。有人硬说，这部剧火起来全靠点玄学的运气。了解他的人都清楚这事啊。他一路走来，取得这些成就，扯不上什么运气，都是实打实的努力。他从不炒作，也不喜欢张扬，全部心思都用在演戏上头。
不会因为自己那张娃娃脸就被局限在一种角色里，不停地给自己找点新鲜事儿，试试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。每次扮演一个角色，都用尽全部心思，把自己完全变成那个角色的模样，凭真本事说话，用作品来证明实力。这样的演员，实在配得上观众的喜爱，也配得上屡次带来热搜爆款。结语：如今我的山与海收视率稳步上涨，口碑也评价很不错。它有望成为2026年开年最受关注的年度剧集。这不光是对制作团队的赞赏，这更是对谭松韵演技和发展潜力最好的肯定，对吧？咱们都觉得他将来还会不断突破自我，带来更多精彩纷呈的作品呢。